每日中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大家今天心情怎么样？我可是非常兴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玉。林珊，今天你心情这么好啊，是不是中彩票了？哈哈。哎呀，王老师，不是彩票啦，是因为昨晚我刚刷完我偶像的新剧，简直太好看了。哦，我知道你的爱好是看电影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但是老师，每次别人问我你的爱好是什么，我就只会说我的爱好是看电影，然后就没话说了，感觉聊天变得有点淡。这是很多初学者的通病，你不要只说我喜欢，然后就停了。让聊天更有趣的秘诀是深挖和找共同点。深挖是什么意思？老师，你就拿我看电影这件事儿举个例子吧。好，比如不要只说喜欢看电影，要说的具体一点，是院线电影还是电视剧？主要内容是什么主题？演员是谁？比如你昨晚看的剧叫什么？是《玫瑰的故事》，女主角是刘亦菲，我太迷她了。你看，当你提到片名和演员，话题马上就展开了。你可以说，最近我非常喜欢《玫瑰的故事》，主角是刘亦菲。你知道吗？刘亦菲被大家称为神仙姐姐。对呀，神仙姐姐，听起来太有气质了。这个外号是她演《天龙八部》的时候有的，那时候她才16岁。那如果我想夸她既漂亮又厉害，怎么说？你可以说她既漂亮又有才华。既又这个结构用来描述两个同时存在的特点，夸偶像时很常用。她既漂亮又有才华，通过。那王老师看神仙姐姐的剧吗？当然有，我也超级喜欢看她演的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啊，那部剧是跟立宪一起演的，对吧？剧里的风景超级美。没错，景色非常美，演员非常出色，配乐也好听得不得了。你看，从一句喜欢看电影，我们聊到了演员，聊到了另一部剧，还评价了风景。而且，林珊说到电影，你还可以聊聊电影的类型。类型？你是说像喜剧、悲剧那种吗？对，如果你想邀请别人看电影，知道对方喜欢的类型很重要。比如，有人喜欢看让人大笑的喜剧片，有人喜欢刺激的动作片。我最怕看那种吓人的恐怖片，每次看我都捂着眼睛。那就是你胆子小。除了类型，你还可以问关于去电影院的习惯，比如看电影的时候你喜欢吃什么？爆米花还是喝可乐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标配，一大桶爆米花，吃不完带回家慢慢吃。你看，聊吃的也能拉近距离。好，这才是自然的交流。太棒了，所以就是一直提问，为什么喜欢？喜欢谁？最喜欢什么？对吗，老师？正确，这叫追问。来，现在换个话题。除了看电影，现在的年轻人还喜欢什么？比如看书。看书？我吗？说实话，我有点懒得看字多的书，我更喜欢看漫画。漫画也是书啊，别不好意思。谈论看书时，我们可以问对方，你喜欢看纸质书还是电子书？我是纸质书派的，把书拿在手里的感觉更真实。王老师肯定是喜欢看枯燥的历史书或者经济书吧？你怎么猜得这么准？我喜欢看历史书，但有时候我也读小说放松。实际上，现在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看书方式，不用眼睛看，而是用耳朵听。啊，你是说听书吗？对，听书。对于你这样觉得看字很累的人，听书是个好选择。坐地铁、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听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既能学习又能偷懒。关键是，当你听说朋友喜欢看书，简单的问一句：“你最近在看什么书？”然后求推荐，对吗？比如那本书好看吗？对，如果他们说好看，你可以借机说：“那借给我看看吧。”这样就有借口再见面了。呵呵。哇哦，王老师太高明了。呵呵，那到处走走的爱好呢？就是旅游。我很喜欢旅游。旅游是个超大的话题，为了不冷场，别只列举你去过的地方，聊聊你的风格。
比如你喜欢爬山还是去海边？我更喜欢海边。但是老师，现在旅游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看的照片发朋友圈、小红书。中文里有没有词是说去有名的地方拍照的？中国年轻人有个很潮的词叫打卡，字面意思是刷卡上班，但引申义就是 check in。去漂亮的咖啡馆、热门景点拍照都叫打卡。啊，这词好，我去大理打卡了，听起来很时尚。不过老师，除了拍照，旅游的还有一个灵魂，那就是吃。没错，如果你是为了吃而去旅游，在中文里我们叫你是吃货。我是正宗的吃货，去一个地方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产和小吃。此外，问新朋友旅游话题时，有个很好的连接问题是：你想去哪里旅游，但是还没去。这句好耶，它激发梦想。如果他们说想去凤凰古镇，我可以附和，我也想去，这样又找到共同点了。对，找到共同点是交朋友的关键。那运动呢？珊，你经常运动吗？谢谢。提到运动，我有点心虚，我很懒，大概我的爱好是睡懒觉。睡懒觉也可以算是一种爱好，特别是周末。但说到运动，男生通常喜欢足球、篮球。如果你不玩，你可以说关于看运动。啊，就是去加油那种。对，比如我不会打篮球，但是我喜欢看。那我还有一个爱好是在家，听起来有点无聊吧，老师？完全不会。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形容喜欢待在家的人，叫宅。男生叫宅男，女生叫宅女。啊，像 otaku 对吧？那我是正宗的宅女了。我在家通常做饭或者追剧。说到在家做饭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更喜欢叫外卖。对，外卖太方便了。但是如果想跟朋友聊做饭，怎么聊才有趣？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也很宅的朋友，你可以问你拿手的菜是什么，或者聊聊口味。你这儿能吃辣吗？我的拿手菜是方便面加荷包蛋。哈哈，开玩笑了，我做的糖醋排骨也很顶哦。我也超爱吃辣。听着就饿了。但是灵珊还有一个爱好，我发现很多男生甚至女生现在都很迷，那就是打游戏。啊，太准了，这个我熟。我经常玩手机游戏。聊游戏时，为了连接，你应该问他们玩什么游戏 ，PC 还是手游？最近中国有个很出名的游戏叫《黑神话：悟空》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Black Myth 悟空，大作啊！但是我玩得很菜，都是看别人玩。如果想约朋友一起玩，你可以用这个词叫开黑。开黑是什么意思呀？开黑是游戏玩家的死语，意思是组队、开麦语音一起玩。我们一起开黑吧，这句用来约心动对象玩游戏简直绝了。可是王老师，万一我玩得不好，拖累队友怎么办？我怕被骂。如果你玩得不好，队友可能会说你是坑货或者猪队友。坑货，这词儿听起来好惨。那我得练好替数再开黑。别担心，游戏主要是为了放松，输赢不重要，开心最重要。我们一起开黑吧！哇哦，今天学到了好多高级死语：打岔、吃货、宅、开黑，还有坑货。总之，灵珊，你看，聊爱好有3个重要步骤，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记得呀。来，我来总结一下：第一，不要只列举爱好的名字；第二，要用为什么、什么、怎么样等问题来深挖细节；第三，找共同点，并可以提议一起做。很棒，现在你可以轻松的搭讪和闲聊了。谢谢，谢谢王老师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的爱好是什么？别不好意思，在下面评论告诉我们吧。试着运用王老师刚教的公式，说出爱好，加理由或者具体细节。没错，我非常期待读到大家的评论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课程哦。预告一下，下集我们会聊一个超级有趣又丰富多彩的话题，那就是中国的节日。快过年了，我很期待分享这个话题。那么现在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下集见啦，拜拜。